人都会说啊，原住民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不喜欢规规矩矩过生活。不是的，其实我自己是一半一半的。我爸爸是外省人，我自己是原住民。以前我对原住民也有很多的不了解，但是我做野菜皇后，我走到每一个部落的时候，我大概走了大概90个部落，我才知道说为什么阿美族这么不受拘束，或是很多人都会说阿美族哦不怎么喜欢存款，所以呢交男朋友要嫁阿美族，嫁老公要嫁排湾族，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比，他们比较不会除粮，或者是不会有那种保险概念。其实不是的，是因为阿美族比较认识他，你会发现在他们的基因里面，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，他们有一个安全感。那个安全感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大海就是他们的冰箱，后山就是他们的提款机，他们要拿什么，他们都有，所以他们就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感的里面，所以他们逐水草而居，因为他们知道海里面、水里面什么生物都有，不需要用大社会的环境或者大社会的这种经济价值来架构原住民哦。民族的部落，因为这个部落有排湾族，然后有鲁凯族，然后有阿美族，还有布农族在这个地方。你知道排湾族的妈妈哦，排湾族的妈妈都不喜欢在室内煮东西，所以他们都会有户外厨房。你知道排湾族是？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先进的民族，很文明的民族，它是性别平等的民族。只要是你是家族第一个出生看到太阳的，你就可以继承家业。所以头目可以是女生，也可以是男生。这个蛇代表的是台湾族，他说他是蛇的后代，就是一个传说，太阳呢就生了2蛋，然后放在一个瓮的里面，然后蛇来孵化它，然后他们说这就是排湾族的祖先。外带餐盒就是月桃叶。跟台湾地形的那个环境有关系，所以海的民族阿美族就比较海产比较多，因为我们有海王子嘛，然后他们就会下海去捕鱼啊，因为是从传统的时候留下来，就是爸爸会教儿子怎么捕鱼，所以他们就是世世代代家家户户都会捕鱼，他们会有自制的，就是简易鱼枪啊，然后去深潜、自潜哦，没有带呼吸的没有，然后就可能他们就会比说，你今天潜多少？3楼还是5楼这样？他们就会带那个手电筒，是那个可以下海，要看潮汐。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月亮是妈妈的眼睛？因为他们会满月的时候大潮，就是海货会很多。重点是他们下去的海边都是秘密基地，所以他在哪个地方拿什么东西，他不会告诉你他在哪里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都有自己的潜点，然后女孩子就会在岸上等，就像刚刚那个叠石头。对，我们会晚上的时候就会女生会堆起那个小萤火等他们，因为去玩水的时候不是会迷失方向嘛？对，你白天就迷失方向，你晚上根本不可能知道方向。所以我们女孩子就会在岸上起火当灯塔。所以他们远远的有看到就会方向就会知道怎么回来。可是他没有办法看火热，说哪个是我女朋友，哪个是我老婆，认不出来。所以就是你知道晚上的部分，所以我们阿美族生很多，然后上山就不可以带女生。会有这些禁忌，所以阿美族就会比较热衷海边，可以带女生去，来看星星啊。我们晚上很热，然后那个看星星，有星星表示隔天天气就很好，没有星星就是隔天下。所以他们是一个观海民族。那排湾族是比较难交到女朋友，也不会，因为你带去山上就没有收讯了哦。可是又不能带去山上啊。狩猎的地方不行，可是会有公寮你可以去公寮休息。哎呦，各有各的那个很会撩。他们那个山产有没有？来到这边要往上看，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路？那下面有什么灯？对，就是真的。好幽默，这个有内。百步蛇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是那个贝壳。可是他们比较少下海，怎么还用贝壳？这个珍贵。因为我们台湾有被很多民族统治啊，所以他们会因为遗物，像看斯卡罗的时候，不是就会我有什么东西给你换？对，其实那时候
非民族性的装饰品，那个都是达官贵族他们可以交换到东西。哦，像银饰啊，然后孔雀羽毛啊，然后各种就是台湾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换来的。羊毛啊之类的。然后像百步蛇就是他们的那个传统文化守护神狮。那阿美族的衣服身上是只有颜色，颜色很亮很亮的颜色，可是没有动物图腾，因为对阿美族来说，动物的灵是生物灵，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身上，我们会把花花草草放在身上，所以那个上面一朵一朵就是花，所以不能戴鹿头。对，我们不会，只能路灯。然后没有看到它的头花，头花也是小米。还有这个，你看这个品种有很多。这是我们这个小米是糯小米这样子。Hello， 早安！我们现在在台东大武村这边的海滩，有没有发现跟比较北边的地方感觉不太一样？就是今天天气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可不过还好，就是前2天晒了那么多，有没有发现我连嘴巴都晒到肿起来，超夸张的。我觉得神父他们那个时候的想法，在现在看起来或许是对的。大家有听过台东的宫东高工吗？那个学校就是这一位神父办的。他当时来到我们家族的时候，发现我们的孩子因为父母亲都做高危险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呢都没有办法过很好的生活。所以当时石神父觉得，我呢是从欧洲来的，我要能够让这些孩子都能吃饱，一定要让他们学一技之长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开始去欧洲募款哦，拍影片哦，拍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展望会的影片那样，在帮台湾募款。然后就从欧洲来了金援，而且还从欧洲来了老师。不同的叶子可以做什么呢？煮鱼汤、蒸螃蟹。这个台湾族的石板，然后还有上面你看这个都是公家的手编的。不同族有不同的叫法，做法都很接近，但是大家会有各自的材料配比，或者像他刚是用五节芒，阿拜是用月桃叶，然后像你现在吃到奇拿布就是正统的台湾族的小米粽，但是阿拜我们第一天吃的800粽，它是卢凯族做的，所以其实每一个族每个部落都会稍微在变形，然后最后就是看你喜欢吃谁的口味这样子，就南部粽、北部粽这样。对。根据这个的说法，有一篇文章他写的是说，因为阿拜是卢凯语，奇纳鲁是台湾语，哦，说法。我教你们2首歌，第一首是萤火虫的歌。这个萤火虫的歌还要铺陈一下我们的生活情景哈。这是去山上的工作的农人和打猎的猎人，不管过去到现在哈，他们可以不用戴手表，不戴手表什么时候会收工回来？山上有一种虫虫哈，它天色稍暗，它就开始亮亮亮亮。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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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意思就是萤火虫呢，它的专长就是晚间出来，照着灯光带我们回家的萤火虫，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呢。心里不寂寞呢，也不会害怕。然后呢，这首歌从山上唱到家里1000遍就到家了。就是这一个陇西以北，大概就是大溪。那这个为什么叫陇西呢？为什么叫陇？这个陇字啊，日文就是瀑布的意思。